季怀州和裴玉川是圈子里人尽皆知的死对头，抢项目、劫资源、砸场子，但凡能争个高低的，两人必斗到你死我活。直到季怀州遇见了裴玉川的妹妹裴婉婉，她乖巧软糯，像一汪清泉，让他一见钟情，彻底沉溺。他抛下多年恩怨，疯狂追求，最终如愿以偿，和他走到了一起。可在一起的第3年，季怀州出了车祸，醒来后，他忘了裴婉婉，却对一个和他有7分像的女大学生一见钟情。裴婉婉崩溃不已，他翻遍医书，求遍名医，终于找到一家医院，说可以通过特殊治疗尝试唤醒记忆。他却冷漠地看着他，想让我恢复记忆？行啊，你去蹦极100次，跳完我就进手术室。他最怕高，可为了他去了一次又一次，从高空坠落，尖叫、痛哭、呕吐，直到最后一口血咳出来，染红了脚下的草地。他终于跳满了整整100次。季怀州如约被推进了治疗室，裴婉婉浑身发抖，脸色惨白，想着去换身干净衣服。他不想他醒来后看见他这模狼狈不堪的样子，可走出去一会，却发现手机落在了治疗室外的长椅上。他折返回去，却听见虚掩的楼道门里传来季怀州和兄弟的谈笑。怀州，装失忆这招太狠了。裴玉川看他妹妹这模被折腾，都快疯了。季怀州轻笑，不然呢？我和他斗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他最痛的地方。那你真舍得让婉婉蹦100次极？看他吐血，你不心疼？你不是说你是真爱上他了吗？他沉默片刻，声音低了几分，怎么不心疼？我他妈心疼的要命，但一想到裴玉川痛苦的样子，就觉得值了。再忍半个月，等裴玉川彻底崩溃，我就恢复记忆，跟婉婉求婚，以后安心过日子。门外的裴婉婉如遭雷击，浑身血液彷佛在瞬间冻结，假失忆，一切都是假的，忘记他是假的，爱上温冉是假的，那些冰冷的眼神和伤人的话语是假的，甚至这100次让他生不如死的蹦极，也是他报复他哥哥计划中的一环。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他明明说过，为了他早已放下了所有恩怨。他口中的爱，就是一边说着心疼，一边眼睁睁看着他跳下100次悬崖，只为了给他的死对头添堵。巨大的痛苦和背叛感如同海啸般将他吞没，他死捂住嘴，才没有让自己哭出声，眼泪却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他踉跄着后退，转身疯狂地跑开，直到再也听不到那令人心碎的声音，才无力地蹲在走廊角落，将脸深深埋进膝盖，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发出压抑到极致的呜咽。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他的哥哥裴玉川。他颤抖着接通，电话那头立刻传来裴玉川焦急又心疼的声音：婉婉，3个月了，你给我的期限到了。他想起你了吗？裴婉婉哽咽着，喉咙像是被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婉婉，说话，你怎么了？是不是他又欺负你了？裴玉川的声音瞬间变得冷厉。哥。裴婉婉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沙哑的可怕，带着浓重的哭腔。没有，他没有想起我。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是裴玉川低沉而又无奈的声音：那就回来吧。婉婉，放下他，回来结婚，哥哥给你选好了人，家世清白，人品端方，会对你好的，回来结婚。裴婉婉的心空洞洞的，眼泪无声的流得更凶。5年前，她为了江城美院的王牌专业，偷偷瞒着家人从海城来到江城读大学。大1那年，作为杰出校友回校演讲的季怀州，在礼堂门口对他一见钟情。彼时的季怀州已是江城商界翻云覆雨的龙头掌舵人，英俊强大，气场迫人，而他只是个大一新生，乖巧软糯清纯。哥哥知道后，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警告他不要靠近季怀州。他听过太多关于季怀州的传闻，行事狠辣，不择手段，尤其是和他哥哥是死对头。他想要的只是平淡安稳的生活，有哥哥护着就够了，从没想过会招惹这样的人物。可他追的实在太猛烈，豪车鲜花，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甚至有一次，他深夜突发急性阑尾炎，是他抛下重要的跨国会议，第一时间赶到学校，一路闯红灯将他送进医院，守了他整整1夜。就是那一次，他彻底动了心。在一起后，他更是把他宠上了天。
记得他所有喜好，包容他所有小脾气，冬天把他冰冷的脚捂在怀里，夏天半夜开车穿过半个城市，只为给他买想吃的话梅冰淇淋。为了他甚至主动缓和了和哥哥的关系，虽然依旧不对付，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针锋相对。所以在他失忆后，他才会那么痛苦，那么不甘，拼了命的想让他想起来，却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戏，一场用来折磨他、报复他哥哥的残忍的戏码。心死了，彻彻底底。他沉默了许久，久到裴玉川在那边担忧的不停呼唤他的名字。最后他听到自己平静到近乎麻木的声音响起：好，哥，我回来结婚。电话那头的裴玉川似乎愣了一下，随即沉默了片刻。那婉婉，你要先看看结婚对象的照片吗？裴婉婉知道哥哥给他选的人绝不会差，他疲惫地闭上眼。不用了哥，你决定就好，看看吧。裴玉川却坚持，声音更低了。或许你会改变主意。话音刚落，微信提示音响起。裴婉婉点开哥哥发来的图片，瞬间他瞳孔骤缩，整个人僵在原地。照片上的人竟然是他的哥哥裴玉川。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全文一更到底，别忘了按赞、热推、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精彩故事立刻开始。虽说只是一张侧脸照，但他绝不会认错。他颤抖着手指发消息过去：哥哥，你发错照片了吗？很快，裴玉川发来了一段语音，他声音低沉，带着几分沙哑：婉婉，哥哥一直瞒着你，其实我们不是亲兄妹，当年爸妈收养我，就是把我当你的童养夫培养。我也一直都喜欢你，怕吓到你，才想着慢慢来，却没想到你会喜欢上季怀州。现在你既然决定放下他，那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哥哥呢？语音播放完，裴婉婉大脑一片空白，震惊得无法言喻。不是亲兄妹，童养夫，哥哥喜欢他，这信息量太大，几乎冲垮他刚受重创的神经。他迟迟没回复，也许是不想逼他太紧。裴玉川又发来一条语音：如果你不愿意，没关系，哥哥也可以给你挑选其他更合适的未婚夫，只要你开心。听着哥哥那微微颤抖、小心翼翼的声音，裴婉婉的心像被什么戳了下。他想起这20多年来，哥哥如何无微不至照顾他、保护他，无论他做什么，哥哥都无条件支持。跟季怀州带给他的痛苦与欺骗相比，哥哥给予他的永远是温暖和安稳。或许这样也好，至少哥哥永远不会伤害他。最后，他深吸一口气，做了决定。他回复道：哥，不用选别人了，我嫁给你。回复完，裴婉婉擦乾眼泪，站起身。手术室里的季怀州，他不在乎了。既然他是装的，那这场手术自然是笑话。等他出来，大概率还会继续演失忆戏码。所以他直接离开医院，回到他跟季怀州曾经的家，看着房间里随处可见的合影，他送他的礼物，那些承载甜蜜回忆的点点滴滴，他只觉讽刺和心痛。他找来大垃圾袋，将所有跟他有关、跟那段欺骗有关的回忆一件不剩，全丢了进去。然后他去了毕业后一手创办的画廊晚梦，这里倾注他所有心血，从选址到装修，从招募画家到策划展览，都是他亲力亲为。这里也曾是季怀州最支持他的地方。他说这里是他的梦想，他会永远做他后盾。如今听来真是天大笑话。他平静宣布解散画廊的决定，给员工结算丰厚补偿金，告诉大家他要回家结婚，以后不会再来江城。员工们惊讶又不舍，但看他去意已决，也只能惋惜告别。3天后，中介打来电话，说有人看中画廊，价格合适，希望当面签合同。裴婉婉想尽快处理完一切，便答应了。当他赶到画廊，看到沙发上坐住的2人时，全身血液几乎再次凝固。是季怀州和温冉。季怀州看到他，猛地冲上前攥住他手腕：裴婉婉，真的是你要卖掉这里？这不是你的命吗？你花多少心血才建起来，现在说卖就卖？裴婉婉的心像被针狠狠刺了下。是啊，他一直知道这里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毕业那会，为了省下点装修费，能连着1个月吃泡面，为了求一位知名老画家参展，在人家门口守足3天，为了策划首个主题展，熬了无数通宵。
累到直接在画廊晕倒。这些季怀州都清楚，他曾心疼地抱着他讲：婉婉，别这么拼命，我能给你一切。他却摇头，这是我的梦想，我想靠自己。那时他看他的眼神满是欣赏与爱意，所以此刻见他要舍弃，才这般震惊。但他并非舍弃画画，只是要离开他，回海城发展。这画廊于他自然没了用处。裴婉婉强压下心头翻涌的剧痛，努力让自己镇定。季总怎会知晓这里对我多重要？上次治疗你记起来了？季怀州瞳孔微微一缩，旋即恢复冷漠，语气满是不耐。没想起来，听别人说的。他顿了顿，像是要强调什么，语气愈发冷硬。裴婉婉，我再说最后一遍，别再用些乱七八糟的法子，妄图让我想起什么。就算我俩以前真有什么，那也都是过去的事。我现在爱的是冉冉，对你没一点感觉。这些话，季怀州失忆后，裴婉婉不知听了多少回，每一回都似一把刀，在他心上狠狠剐。从前他会痛，会哭，会不甘心，可如今知晓真相，再听这些，只剩无尽的心寒与讽刺。他看向他，忽地轻轻一笑：季总放心，既然这次治疗莫能让你康复，往后我不会再追着你，求你想起什么。季怀州听了，眉头瞬间紧皱，心底无端涌起一丝极淡的不安。他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他发现什么了？不可能，要是他知道他是装的，以他的性子，绝不可能这么平静。就在他思绪纷杂时，温冉已把画廊打量一圈，眼中毫不掩饰喜爱。怀州，这儿真美，采光、格局、氛围，全是我梦想中的样子，我太喜欢了。他挽住季怀州手臂，撒娇道：我们买下来好不好？以后在这儿办我的画展。季怀州收回审视目光，看向温冉，眼神瞬间变得温柔宠溺。好，你喜欢我就买。他看向裴婉婉，语气不容置疑：开个价吧。裴婉婉的心冰冷如霜，他看温冉的眼神，从前只属于他，如今却成了刺向他最锋利的刀。他果断拒绝，不卖。季怀州眉头皱得更深，理由？没理由。裴婉婉迎着他的目光，毫不退缩：这画廊我能卖给任何人，唯独不卖给你们。温冉顿时委屈地撇嘴，声音带了哭腔：裴小姐，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就因为我是怀州女朋友，你把我当情敌，所以才不愿卖给我吗？说着，他眼圈微红。我知道你们以前在一起过，可怀州都忘了和你有关的所有记忆，你现在这样针对我，何必呢？而且我也是学画画的，肯定会好好爱惜这地方。我说了，不卖。裴婉婉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动摇。温冉见状，摇晃着季怀州手臂，哭得愈发楚楚可怜。怀州，我真的好喜欢这儿，一看到就觉得他是我的梦中情郎，你帮我想想办法吗？季怀州看着裴婉婉那写满抗拒的双眼，眸色渐渐沉了下去。他耐着性子，最后问了一遍：裴婉婉，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卖还是不卖？不卖。他的回答依旧坚定。季怀州眸色陡然暗沉，耐心耗尽，他猛地一挥手，两个黑衣保镖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抓住裴婉婉。季怀州，你想干嘛？裴婉婉慌了，奋力挣扎。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想强买强卖？强买强卖！季怀州冷笑一声，步步逼近，周身散发着骇人的低气压。我不做那种事，我就是想跟你玩个游戏。他一把抓住裴婉婉被反剪的手，强行按在旁边的实木桌上，冰凉桌面让他不禁一阵战栗。你放开我！季怀州，你到底想怎样？裴婉婉惊恐万分，声音颤抖：不怎样。季怀州俯身，拿起桌上插画框的锋利匕首，刀尖寒光闪烁，对准他纤细的手指缝。我就想看看，是你的手重要，还是这破画廊重要？话音刚落，他手腕猛地向下一刺，啊！裴婉婉吓得尖叫出声，冰冷刀锋贴着他皮肤划过，深深扎进桌面，就差一点，他手指就没了。这只是个警告。季怀州声音冷得像结了冰，他拔出匕首，再次对准他的手，下一次，这刀就直接扎穿你手心。现在告诉我，卖还是不卖？裴婉婉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是季怀州，是那个曾经把他捧在手心里，他手指破个小口都会紧张半天的季怀州，如今他竟能拿刀对着他的手，演戏竟要演到这地步吗？
巨大的恐惧与绝望将他淹没，他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纠葛。就在季怀州再次举起匕首，作势要狠狠刺下时，裴婉婉用尽全身力气，嘶声大喊：“够了，我卖给你们！”季怀州动作一顿，匕首停在半空，他盯着他惨白如纸、满是泪痕的脸，心底某个角落像是被狠狠揪了一下，泛起一阵尖锐刺痛。但他很快压下这莫名情绪，收回匕首，面无表情示意保镖放开他。温冉立刻欣喜地扑过来，抱住他胳膊：“怀州，你太棒了，谢谢你，我就知道你最有办法。”季怀州垂眸，抬手揉了揉他头发，刻意宠溺道：“只要你想要，我无论如何都会给你。”温冉笑得更甜，踮起脚尖，突然吻上他嘴唇。季怀州身体微微一僵，他余光下意识瞥向一旁的裴婉婉，她正站在那，脸色惨白，眼神空洞地看着他们，宛如一尊失去灵魂的琉璃娃娃，脆弱的旁服一碰就碎。他心口又像被无形的针狠狠刺了一下。温冉的吻还在继续，带着试探与讨好。季怀州犹豫一瞬，最终还是闭眼，略显僵硬地回应了这个吻。裴婉婉不忍再看，她猛地转身，快步走向画廊储藏室。她要把里面属于自己的画都带走，那些画是她的心血，是她无数日夜的成果，其中还有几幅是准备送去参加国际青年画家大赛的作品，绝不能留在此处。等她整理好所有画出来时，季怀州正站在外面打电话，温冉则在四处打量整个画廊，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她深吸一口气，不想理会他们，正要离开，温冉娇滴滴的声音响起：“裴小姐，这些画你现在不能带走哦。”裴婉婉抱紧画框，冷眼看向他：“魏石魔，这些画是我的私人作品，不属于画廊资产。”温冉走上前，脸上挂着无辜又理所当然的笑容：“可我现在买下的是整个画廊呀，按交易惯例，这儿的一切自然都归我，这些画当然也是我的。”荒谬！裴婉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这些是我个人创作的作品，产权明确，和画廊转让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呢？温冉眨着大眼睛，他们现在挂在或存放在画廊里，那就是画廊的一部分呀。裴小姐，你也是搞艺术的，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呢？你才不可理喻！裴婉婉不想跟他废话，抱起画就走，温冉却死死拦住他，两人推搡争执间，温冉眼角余光瞥见季怀州似乎快讲完电话要回来了，他眼神一狠，突然尖叫一声，自己猛地向后一倒，重重摔在地上。啊！好痛！他瞬间泪眼汪汪，演技堪称精湛。季怀州听到声音立刻冲进来，看到倒地的温冉，脸色一变，急忙上前将他打横抱起，紧张询问：“冉冉，怎么了？摔到哪了？”温冉依偎在他怀里，哭得梨花带雨，指着裴婉婉控诉：“怀州，我就说这些画现在归画廊，让他留下，他就突然狠心推我，我好痛啊！”季怀州目光如箭般射向裴婉婉，眼中满是滔天怒火：“裴婉婉，你又在搞什么鬼？把画给他！”没门！裴婉婉死死抱紧怀里的画，倔强地回瞪他：“这是我的画。”季怀州眼底戾气四溢，最后一丝耐心彻底耗尽，他紧盯着他，一字一顿，冰冷得让人发颤：“既然你不肯交出来，那你也别想留着。”他朝保镖大声下令：“把那些画统统给我拿去烧了！你们没权利烧，不准烧，那是我的画！”裴婉婉简直不敢相信，冲过去想要阻拦，保镖粗暴地将他推开，抱起那些画就往外走。裴婉婉被推得连连后退，跌跌撞撞地追出画廊大门：“还给我，把我的画还回来！”他声嘶力竭地呼喊，眼中只剩那些即将被毁的心血。他不顾一切地冲向马路，试图拦住保镖。就在这时，一阵尖锐的汽车喇叭声突然响起，一辆黑色轿车如脱缰野马般朝他飞驰而来，砰！巨大的冲击力将他身体撞飞，剧痛瞬间蔓延全身，他重重摔在地上，身旁鲜血缓缓蔓延，世界旁浮瞬间慢了下来。他最后看到的是季怀州那张瞬间失去血色、满是惊恐的脸，正疯狂朝他奔来。随后，整个世界陷入无尽黑暗，强烈的疼痛如潮水般一阵阵地冲击着裴婉婉的意识。他在颠簸中艰难地睁开眼，模糊视线里是季怀州紧绷的下巴线条和满是惊惶的侧脸。他抱着她一路狂奔，声音沙哑地大喊一声：“救他！一定要救活他！他不能有事！”
听到末，他的怀抱曾经是他最安心的依靠，此刻却只让他感到彻骨的冰冷与讽刺。不能有事，季怀州，把我推向危险的是你，现在装出这副深情模样的也是你，你究竟还有多少副面孔？失血过多，他的意识再次沉入黑暗，再次醒来，是在一片刺眼的白色空间里，消毒水味弥漫在空气中，全身像是被重新拼凑过一样剧痛。一名护士正小心翼翼地给他手臂伤口换药。你醒了。护士察觉到动静，松了口气，谢天谢地，你昏迷2天了，3根肋骨骨折，失血过多，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裴婉婉动了动干裂的嘴唇，却发不出声音。护士贴心地用棉签蘸水湿润她的嘴唇，接着说，你男朋友急坏了，守了你1天1夜，血库默血的时候还是他给你献的血，还动用关系从国外调了顶尖医疗团队来会诊。他刚走没多久，还特意留了电话，让我们随时汇报你的情况。既然你醒了，要不要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男朋友，献血，顶尖团队。裴婉婉听着这些话，只觉得心脏像被无数根针狠狠扎着，痛到麻木。她艰难地摇摇头，声音沙哑得厉害，不用，他不是我男朋友。护士明显一愣，诧异道，怎么可能？不是你男朋友怎么会这么紧张你是莫乔健。他当时的眼睛都红了。裴婉婉闭上眼睛，转过身，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枕头。若他真是，又怎会一次次伤害他，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接下来几天，裴婉婉在医院默默养伤，季怀州没再来过，只是偶尔通过医生询问他的状况。他也如他所愿，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出院那天，几个知道他要离开江城的大学室友说聚一聚，为他送行。裴婉婉答应了，这一分别，或许就再也见不到了。聚会地点定在一个室友开的手工蛋糕店。裴婉婉到的时候，才发现室友今天接了好几笔大单，忙得不可开交。婉婉，实在不好意思啊，这边实在太忙，订单催得紧。室友满脸歉意。没事，你先忙。裴婉婉摇摇头，看着室友焦头烂额的样子，她轻叹一口气，主动提议帮忙，我帮你送一个吧。地址在哪？室友感激不已，递给她一个包装精美的蛋糕盒。太感谢你了，婉婉。地址是希尔顿酒店顶楼宴会厅，麻烦你了。1小时后，当他提着蛋糕走进那奢华热闹的宴会厅，心瞬间沉到了谷底。这里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主角居然是温冉，而季怀州正站在不远处与人谈笑风生，一身高级定制西装，尽显金贵。裴婉婉只想赶紧放下蛋糕离开，可就在她小心翼翼地把蛋糕放在长桌边缘时，身后突然被人狠狠绊了一脚。啊！她惊呼一声，身体失去平衡，整个人连同那个昂贵的蛋糕一起重重摔倒在地，奶油、水果、蛋糕配件的到处都是，她身上也沾满了黏糊糊的鱼渍，狼狈至极。周围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温冉提着裙杯，优雅地走到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嘲讽与得意。哟，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裴家的千金大小姐吗？怎么落魄到送蛋糕来了？还是说，这又是你想出的新花样，想引起怀州的注意，让他恢复记忆？裴婉婉撑着想要站起来，手腕却疼得钻心。她不想跟温冉纠缠，低声道：“对不起，蛋糕多少钱？我赔给你。”赔？温冉嗤笑一声：“你看我像缺钱的人吗？钱我不要。不过……”她拉长语调，用脚尖点了点地上狼藉的蛋糕残渣。这样吧，你把这些全部吃干净，我就当这是没发生，怎么样？吃地上的蛋糕，巨大的羞辱感瞬间将裴婉婉淹没。温冉这是把她当狗一样羞辱，不可能！裴婉婉气得浑身发抖。怎么了？弄坏别人东西，赔礼道歉不是应该的吗？温冉故作无辜地眨眨眼。这边的动静终于引起了季怀州的注意，他皱着眉头走过来，语气不耐：“怎么回事？”温冉立刻挽住他的胳膊，可怜兮兮地把事情说了一遍，然后依偎在他身旁，小声问：“怀州，我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只是不想浪费食物，而且本来就是他做错事，该受点惩罚，对吧？”季怀州的目光落在满身狼狈、脸色苍白的裴婉婉身上，眼底闪过一丝极快且不易察觉的情绪，但很快被冷漠取代。不过分。他薄唇轻启，吐出冷酷的话语：“
做错事就该受罚。裴婉婉，吃掉！裴婉婉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他竟然真的要这么羞辱他。但转念一想，是啊，这不就是他的目的吗？折磨他，让他痛苦，以此报复哥哥。他突然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心口那刚刚愈合的伤疤庞幅又被狠狠撕开，见他如此，他心口一痛，却避开他的视线，语气更冷：你要是不吃你朋友的蛋糕店，明天就别想在江城开下去。裴婉婉擦前眼泪，深吸一口气，好，我吃。他缓缓蹲下，在一片死寂和众人各异的目光中，伸出手，抓起地上混着灰尘和碎瓷片的蛋糕残渣，一点点往嘴里塞。奶油甜得发苦，碎渣划破了他的口腔内膜，带着血腥味，每一次吞咽都伴随着巨大的屈辱和心碎。季怀州看着他这般模样，心脏像被什么狠狠揪住，刺痛难忍。他下意识想上前阻止，怀州。温冉紧紧拉住他的手臂，他既然愿意吃，就让他吃嘛，做错事本来就得承担后果呀。季怀州的脚步顿住了，他瞬间清醒过来，强行压下那不合时宜的心软，恢复冷眼旁观。裴婉婉机械地吃着，直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感袭来，他才猛地停下，剧烈地咳嗽起来。这时他才后知后觉，蛋糕里似乎加了大量开心果酱，而他对开心果严重过敏，几乎瞬间他的皮肤开始泛起大片大片的红疹，呼吸也变得困难，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他艰难地抬起头，眼眶通红地看着季怀州，声音沙哑：这样你满意了吗？季怀州看着他迅速肿胀的脸和脖颈，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往前迈了半步。可就在这时，裴婉婉因窒息般的眩晕踉跄后退，不小心撞倒了旁边摆放香槟塔的桌子，哗啦，玻璃碎裂声刺耳地响起，香槟四溅，高脚杯碎了一地，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温冉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尖叫起来，哭腔里满是委屈。裴婉婉，你是不是存心的？就因为我刚让你道个歉，你就怀恨在心，非要搞砸我的生日宴？他紧紧揪住季怀州的衣袖，哭的那叫一个楚楚可怜。怀州，他怎么能这样？你为这场宴会筹备那么久，花了多少心思，他怎能如此糟蹋你的心意？他越说越激动，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这次你可不能轻易饶过他，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不然我真的要气炸了。季怀州看着满地的狼藉，又看看哭得委屈的温冉，脸色阴沉的庞福能滴下墨汁。他目光如冰，射向呼吸急促几乎瘫倒的裴婉婉，声音不带丝毫温度：裴婉婉，你简直无药可救。他不再看他，只是朝身后保镖挥了下手，把他带下去，关到惩戒室，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裴婉婉惊恐地瞪大双眼，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季怀州，你想干什么？可他浑身绵软无力，根本挣脱不开，像个破布娃娃般被两个保镖粗暴地拖离宴会厅。他被拖进一个没有窗户的阴暗房间，房间正中央摆着一把冰冷的金属椅子，那竟是电击椅。不要，季怀州，你不能这么做。裴婉婉吓得魂飞魄散，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哭喊。季怀州站在门外，逆着光，面容模糊难辨，只有毫无感情的声音传进来：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记住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季怀州，我恨你，我恨你！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将他绝望的哭喊彻底隔绝。电流接通的瞬间，难以名状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他像条被扔上岸的鱼，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所有惨叫都堵在喉咙里，只剩下无声的痉挛，一时彻底陷入黑暗。再次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熟悉的卧室，浑身疼痛的像被碾碎后重新拼凑，心脏的位置空落落的，只剩下麻木的钝痛，被电击的痛苦记忆如影随形，每一个细节都清晰的让人窒息。不能再待下去了，他会死在这里的，真的会被那个他曾经深爱的男人活活折磨致死。这个念头从未如此清晰而绝望。他强撑着起身，开始冷静又迅速地处理在这座城市的一切，退租，注销电话卡，扔掉所有带不走的东西。他要彻底消失，永远离开江城，永远逃离季怀州。就在他几乎处理完所有事，准备彻底离开时，收到一位共同朋友寄来的结婚请柬。他本不想去，怕碰到季怀州，
但这位朋友一直对他很好，他实在不忍拒绝。婚礼上，他选了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只想安静观礼后默默离开。朋友关切地问起季怀州的情况，问他有没有想起他。裴婉婉只是摇摇头，心里一片冰凉，他根本就没失忆。又谈何想起？朋友安慰他，怀州那么爱你，肯定有想起来的一天，你别放弃。裴婉婉在心里冷笑，他最好永远别想起，因为等他不想再装的时候，他也不会再要他了。宴席开始，他默默坐在角落，而对面主桌上，季怀州正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温冉，剥虾、挑刺，擦去他嘴角的酱渍，俨然一副完美男友的模样，每一个动作都像针一样扎进裴婉婉心里。裴婉婉食不知味，只觉得胃里一阵阵的犯恶心。婚礼最后的抛捧花环节，新娘的捧花意外地直接落入季怀州怀里，在众人的起哄和欢呼声中，季怀州下意识地朝裴婉婉的方向看过去，裴婉婉立刻别开脸，季怀州眸光微暗，随即转身当众单膝跪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钻戒，深情款款地向温冉求婚。冉冉，愿意嫁给我吗？温冉惊喜地捂住嘴，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点头，扑进他怀里与他热烈拥吻，全场掌声雷动。裴婉婉再也看不下去，猛地起身，踉跄着冲向洗手间，冰冷的水拍在脸上，却无法冷却心头的灼痛与屈辱。他撑着洗手台，大口喘息，眼泪混着水流无声滑落。就在这时，洗手间外传来熟悉的声音，是温冉和季怀州。怀州，你刚刚跟我求婚，是真的吗？你真的要娶我？温冉的声音带着激动与不确定，你是不是太入戏了？季怀州的声音冷静得近乎残酷，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你不过是我在失忆这段时间找来刺激婉婉，让她痛苦的工具罢了。温冉脸色惨白，声音颤抖，所以你心里始终只有裴婉婉？那当然，他的回答毫不犹豫，我装失忆不过是为了报复裴玉川，今天对你做的这些，就当是以后给婉婉求婚的预演。怀州，我认清自己的身份。温冉，他的语气带上警告，不想演，我随时可以换人。脚步声渐渐远去，外面恢复寂静。裴婉婉缓缓滑坐在地，浑身冰冷，连眼泪都彷佛被冻住。季怀州啊，季怀州，好一个预演！可你知不知道，我已经不愿再嫁给你了。他整理好情绪走出去，却正好撞见站在走廊里的温冉。他眼眶微红，显然刚才的对话对他打击不小，但看到裴婉婉，他立刻又摆出那副得意的样子，掩饰住难过，嘲讽道：裴婉婉，你刚才都看到了吧？怀州向我求婚了，他永远都不会想起你了。我劝你还是早点死心，别再缠着他了。裴婉婉只觉得无比疲惫，连和他争辩的力气都没有，只淡淡应了句哦。说完，他侧身想从他旁边绕过去，这种彻底的漠视和轻蔑瞬间点燃温冉的怒火，他猛地一把死死抓住裴婉婉的手臂，声音尖利刺耳，你这是什么态度？难道你还幻想着怀州会恢复记忆，重新爱上你吗？我告诉你。裴婉婉被纠缠的心烦意乱，猛地用力甩开他的手。温冉穿着高跟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甩，惊叫一声，身体彻底失去平衡，竟直接从旁边的楼梯翻滚下去。啊！沉重的撞击声和凄厉的惨叫瞬间划破空气，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场面顿时一片混乱。季怀州第一个冲过来，看到倒在楼梯下方痛苦呻吟，腿上已经渗出鲜血的温冉时，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冉冉，他冲下去一把将他抱起，抬头看向站在楼梯顶端的裴婉婉时，眼神阴鸷的彷佛要将他吞噬。温冉抓住他的衣襟，哭得梨花带雨，声音颤抖着诬陷：怀州，好痛，我的腿。是裴婉婉，是他推我下去的，他就是嫉妒你向我求婚，才狠心报复我，你要为我做主啊。裴婉婉，季怀州的声音彷佛从冰窖深处传来，每个字都催着骇人的寒意，你简直恶毒到了极点。我没有推他，是他自己莫站稳。裴婉婉徒劳的解释，声音沙哑，但季怀州根本不信，或者说他的目的本就是让他痛苦，所以他只能不信。他打横抱起温冉，对着身后的保镖厉声下令，把裴婉婉给我抓起来，调上直升机，飞到3000米高空，割断绳子，让他也尝尝从高处坠落的滋味。季怀州，你疯了，放开我！
裴婉婉难以置信地挣扎哭喊，却毫无作用。她被粗暴地拖拽出去，绑上冰冷的绳索，吊在轰鸣的直升机下。直升机不断爬升，寒冷的气流像刀片般刮过她的皮肤，脚下的城市逐渐缩成模糊的光点。极致的恐惧扼住她的喉咙，让她几乎窒息。不，放我下去，季怀州，我恨你！绳子被割断的瞬间，失重感猛地袭来，她像片残叶，无助地朝着漆黑的海面急速坠落。扑通！冰冷刺骨的海水瞬间将她吞没，巨大的冲击力撞得她五脏六腑几乎移位。就在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着想浮出水面时，小腿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一条鲨鱼的阴影从她身边掠过，鲜血瞬间涌出，染红了周围的海水。一时彻底消失前，他仿佛看到另一架直升机轰鸣着降低高度，一个降落伞飘落，有人纵身跳入冰冷的海中，再度从剧痛中苏醒。又是在医院，还没睁眼，就听见门外传来熟悉的对话声，是季怀州和他兄弟。怀哥，你也太狠了，再晚几分钟，婉婉恐怕就因失血过多，真喂鱼了。兄弟语气中透着后怕，就剩最后几天了。季怀州声音听着有些疲惫，但更多是偏执的冷静。等裴玉川彻底崩溃，我就收手，到时候我会好好补偿他，他那么爱我，会原谅我的。裴婉婉的心在默默淌血，眼泪早就流前了。原谅他绝对不会原谅。兄弟叹了口气，我看差不多得了，这次你虐得够狠，裴玉川要是知道，肯定心疼死。你目的早达到了。季怀州揉了揉眉心，语气不容置疑，放心，我心里有数，我都计划好了，这几天就筹备一场最盛大的求婚宴，之后我就跟他说我恢复记忆了，再向他求婚，他肯定会感动，往后我会加倍对他好，彻底忘掉和裴玉川之间的恩怨。脚步声渐行渐远，病房里，裴婉婉缓缓睁开眼，眼底满是死寂的灰暗与彻骨的冰冷。原谅，感动，季怀州，你这剧本写的可真好啊，只可惜从今往后我不陪你演了，你从我的世界里彻底出局了。他猛地拔掉手背上的针头，不顾护士阻拦，强忍着腿上剧痛，办了出院手续。他买了张最快离开江城的机票，回到公寓，简单收拾行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承载他所有爱恨与绝望的城市。1周后，在几个兄弟不停劝婉婉受不了了，再玩就过火了的情况下，季怀州终于有些不忍心，他决定结束这场精心策划的报复游戏。他亲自盯着求婚场地的每个细节，空运来的保加利亚玫瑰，摇曳的烛光，预定好的盛大烟花，奢华浪漫至极，仿佛要把全世界捧到他面前，弥补这些日子不得已的亏欠。他打开手机，裴婉婉的对话框依旧毫无动静，没有新消息。他猜他大概还在为直升机那件事生气，不过没关系，都能推给失忆，到时候他放低姿态，好好哄一哄，他总会心软的。他向来对他心软，倒是温冉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字里行间俨然以季太太自居。他厌烦地皱紧眉头，打电话给兄弟，去把温冉解决掉，给他一笔钱，让他闭嘴。戏演完了，他没用了，处理完这最后障碍，他心情不错，准备回家拿那枚早就定制好的求婚钻戒。他连场景都设想好了，先去医院接他的婉婉，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想起来了，想起所有，想起他有多爱他，然后蒙住他眼睛，带他去精心准备的求婚现场。他肯定会喜极而泣，扑进他怀里，哽咽着说我愿意。而他终于能娶回他唯一深爱的姑娘。他设想的无比完美，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志在必得的笑意，脚步都轻快几分，只想快点拿到戒指，去见他日思夜想的人。刚回别墅，还没上楼，管家就恭敬递上一份请柬。先生，这是裴玉川先生派人送来的请柬。裴玉川，请柬。季怀州挑眉接过，嗤笑一声。裴玉川那个不近女色，只知道工作的家伙，居然要结婚了，还敢给我发请柬，他就不怕我直接去砸场子？不过转念一想，既然他已决定为了婉婉放下过往恩怨，去一趟也无妨。他甚至生出一丝好奇，究竟怎样的女人能收服裴玉川那座冰山？他随意翻开请柬，下一秒却猛地愣住，瞳孔瞬间紧缩，烫金的字迹像烙铁般刺入眼底。新郎裴玉川，新娘裴婉婉，特邀季怀州先生，波冗莅临，
共赴这场盛大婚礼。季怀州捏着那张烫金请柬，指尖因用力而泛白。新郎裴玉川，新娘裴婉婉，这几个字犹如烧红的烙铁，狠狠烫着他的视网膜，荒谬感如冰水从头浇下，让他血液瞬间凝固。哈哈哈！他先是发出一声短促又扭曲的冷笑，紧接着怒火如火山般爆发。裴玉川，他猛地把请柬狠狠摔在桌上，胸腔剧烈起伏，眼神阴鸷的可怕。你他妈越活越回去了，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挑衅我，你觉得我会信？婉婉是你亲妹妹，这种烂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他第一反应是裴玉川被他逼到绝境，想出这么恶毒又愚蠢的方式反击他，想扰乱他心神，简直可笑。他立刻掏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找到裴婉婉号码拨过去。嘟，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再拨还是一样。他切换微信发消息，一个刺眼的红色感叹号跳出来，他被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都被拉黑。一股莫名恐慌瞬间抓住他，但很快被更汹涌的怒火掩盖。一定是裴玉川，肯定是他逼婉婉这么做的。他转而疯狂拨打裴玉川电话，1遍、2遍、3遍。就在他几乎要砸了手机时，电话终于接通。裴玉川，季怀州声音因极度愤怒而沙哑：“你他妈搞什么鬼？婉婉呢？你们是亲兄妹，这种恶劣玩笑，你觉得我会信？马上让他接电话。”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接着传来裴玉川平静的近乎冷酷的声音，甚至带着一丝明显的嘲讽：“季怀州，看来婉婉什么都没跟你说，我们不是亲兄妹，我是裴家收养的，法律上、血缘上都没问题。从小我就是被当作他的童养夫培养的，现在他选择我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狠狠砸在季怀州耳膜上，砸得他头晕目眩，耳鸣不止。不是亲兄妹，童养夫，他选择他了。手机从他瞬间无力的手中滑落，啪地摔在大理石地板上，屏幕裂开，季怀州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仿佛所有声音和色彩瞬间消失。不是玩笑，是真的。一些被他忽略的细节像碎片般涌入脑海。裴玉川对婉婉那种超乎寻常、近乎病态的保护欲，从不许任何异性靠近他。裴家父母偶尔看向裴玉川和婉婉时，那种带着深意，像看小夫妻的调侃笑容。甚至有一次，他无意间听到裴家老佣人嘀咕玉川少爷对小姐真是没得说，以后肯定是个好丈夫。当时他只当是下人闲言碎语，从未多想。巨大的被欺骗感和荒谬感如海啸般将他彻底淹没。童养夫，裴玉川，你他妈就是个疯子，变态！他失控地对着空气嘶吼，额角青筋暴起，所有线索瞬间串起来。婉婉的决然离开，解散画廊，拉黑他，甚至可能他早就知道裴玉川的心思，不是因为生他失忆的气，而是他真的要嫁给裴玉川，嫁给这个他斗了半辈子恨之入骨的死对头。这个世界仿佛在他眼前彻底崩塌扭曲，他最大的敌人竟以这种他最想不到、最无法接受的身份抢走了他是做生命的女人。季怀州一刻都等不了，他必须马上见到裴婉婉，他要亲口问他，他要把她抢回来。备机，立刻申请航线去海城，最快速度。他对着手下咆哮，声音因极度焦灼而变调。私人飞机以最快速度冲上云霄，机舱内，季怀州面色阴鸷吓人，周身散发着毁灭般的低气压，像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随行的助理和保镖大气都不敢出，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一到海城，他几乎是抢过车钥匙，亲自开车，一路疯狂飙车，闯了无数红灯。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打破海城宁静，最后以一个极其粗暴的甩尾，停在裴家老宅那气派的大门外。裴家的保镖显然早接到指令，立刻上前阻拦：“季先生，请留步，没有预约，您不能进去，滚开！”季怀州眼神猩红，几乎失去理智，直接命令手下强行开路。谁敢拦我？双方瞬间冲突爆发，推搡、肢体碰撞，场面一片混乱。季怀州带来的人皆是精锐，但裴家保镖也不容小觑，一时间僵持不下。季怀州彻底没了耐心，他似一头被彻底激怒、领地遭侵犯的雄狮，不顾一切推开最后一个阻拦的佣人，凭借对裴家布局的模糊记忆与一股蛮劲，硬是闯进了后花园。午后阳光透过稀薄云层，
轻柔洒在精心打理的花园，他一眼便瞧见了她。裴婉婉身着柔软米色家居服，长发松松挽起，几缕碎发垂在颈侧，正坐在白色藤椅上，而他身旁，裴玉川微微俯身，手指自然搭在他椅背上。两人正低头看着平板电脑上的婚纱照样片，他侧着脸，唇角挂着一抹季怀洲许久未见、恬静且放松的浅笑。这温馨、和谐又透着亲密的画面，如烧红的利刃，以最残酷的方式狠狠刺进季怀洲心口，痛得他呼吸骤停，眼前瞬间一黑。婉婉，他猛地冲上前，一把死死抓住裴婉婉的手腕，力道大的似要捏碎她骨头，眼眶通红，声音因连日焦灼、愤怒与此刻巨大冲击而沙哑不堪，甚至带了哭腔。婉婉，我回来了，我记起来了，全都记起来了。他语无伦次，急切想要证明，妄图抓住最后一丝希望。对不起，之前是我混账，是我不好，我不该忘了你，不该让你难过。跟我回去，我们重新开始，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绝不让你再受一点委屈。他甚至想伸出另一只手拥抱她，姿态卑微又疯狂，全然不顾一旁脸色瞬间冰寒的裴玉川。裴婉婉疼得皱眉，被他这突然的出现与触碰惊得脸色惨白，但他莫尖叫，没慌乱，只是用力地，毫不犹豫地，甚至带着嫌恶，狠狠甩开他的手。他抬起头，眼神毫无波澜，没有惊喜，没有感动，只有彻骨的冰冷、厌恶与深深的嘲讽，彷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季怀洲，收起你那令人作呕的演技，你根本莫失忆，温冉是你花钱雇来的演员，你做这一切，从始至终，不过是为了报复我哥，想看他痛苦，对吧？现在你目的达到了，还是没达到，都跟我没关系了，请你马上离开，别在这里弄脏我家地方。裴婉婉这番话，声音不高，情绪也无起伏，却像淬毒且冰硬的锥子，一根接一根，精准无比的狠狠扎进季怀洲心脏。他脸上血色瞬间褪尽，嘴唇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喉咙像被滚烫沙子填满，又甜又痛，噎得他发不出任何音节。巨大的震惊与灭顶的恐慌，如寒冬最刺骨的冰水，瞬间将他从头到脚淹没，连呼吸都停滞。他知道了，他竟然早就知道了。从他开始自以为是的失忆戏码第一天起，亦或更早，从他第一次下意识偏袒温冉开始，他就冷眼旁观，看他像跳梁小丑般沾沾自喜的表演，自以为掌控一切。那他这3个多月的折磨，刻意的冷言冷语，锥心刺骨的伤害，甚至最后那场赌命的疯狂，在他眼中究竟算什么？一场彻头彻尾、荒诞至极的笑话，一场供他解闷的滑稽戏。就在他大脑空白，被巨大冲击与羞耻感碾碎时，裴玉川瞬间行动，他几乎如闪电般起身，一步跨前，以绝对保护的姿态，将裴婉婉严严实实护在身后。他周身原本收敛的上位者强大气场瞬间散开，冰冷锐利，目光如刀锋，狠狠刺向失魂落魄的季怀洲，声音寒得能掉冰渣。季怀洲，婉婉的话，你听清楚了。他一字一顿，每个字砸在地上都带回音。她是我的未婚妻，这里是他家，也是我家，我们不欢迎你。他微微抬手，音量未提，只做了个简单手势。下一秒，周围看似寻常的角落与阴影中，瞬间无声出现更多身着黑色作战服、面色冷硬、气息沉稳精悍的护卫。他们动作迅速默契，隐隐形成压迫性的合围之势，将季怀洲和他带来的几个保镖困在中间。空气瞬间紧绷如拉满的弓弦，一触即发。你是现在自己体面离开？裴玉川声音毫无情绪波动，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还是等我的人，请你出去。季怀洲被层层冰冷且充满威胁的目光包围，可眼底偏执到极致的疯狂丝毫不减。他死死盯着被裴玉川牢牢护在身后，连衣角、眼神都不再给他的裴婉婉，完全无视周围剑拔弩张的危险氛围。他猛地抬头，嘶哑声音似从碾碎的胸腔挤出，带着毁灭一切、近乎同归于尽的决绝，一字一句从齿缝挤出。裴婉婉，你休想，你是我的女人，这辈子都是，谁也抢不走。他目光猛地转向裴玉川，充满阴鸷的敌意与挑衅。这场婚礼，我绝不会让他举行。裴玉川，他近乎诅咒般吐出这个名字。你等着。
说完，他不再看任何人，猛地转身，带着手下，在一片冰冷且充满压迫的注视下，僵硬地一步一步离开了裴家。他背影挺得笔直，甚至带着扭曲的骄傲，但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刃上，透着令人心悸、近乎疯狂的执念。季怀州没有离开海城，他似彻底疯魔，又像用尽强势手段后，只剩这最原始、笨拙却也最偏执的一招。他成了钉在裴家大门外的人形钉子，长时间一动不动，近乎自虐般跪在那扇冰冷华丽的巨大铁衣门外。不管头顶是能晒脱皮的毒辣烈日，还是说来就来的倾盆暴雨，海城天气变得比翻书还快。刚刚晴空万里，转瞬乌云压顶，狂风裹挟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下，砸在青石板路，噼啪作响，更狠狠砸在他身上、脸上。几乎瞬间，他就被浇透。昂贵的意大利手工西装吸饱雨水，沉重又狼狈地紧贴在他身上，勾勒出紧绷僵硬的线条。头发湿漉漉搭在额前，雨水顺着发梢、脸颊、下巴不断流淌，让他看起来前所未有的落魄与可怜。但他如一尊被雨水泥泞糊住的雕像，对周遭毫无反应，只是固执地死死跪在那，彷佛要用这近乎绝望的姿态，把裴家紧闭的大门跪开。婉婉，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出来看看我，看看我啊！他嘶吼着，声音在哗啦啦的暴雨声中破碎、绝望，甚至带了哭腔，被风雨扯得变调。我爱你啊，我不能没有你，真的不能。那些伤害都不是真心的，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求你！激动处，他眼底血红，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毫无犹豫，他对着自己左臂狠狠划下，刀刃割开皮肉的声音几乎被雨声淹没，但那个血淋淋、深刻入骨的悔字瞬间浮现，鲜血几乎喷涌而出，混着冰冷雨水，迅速在他身下积水中晕开一大片触目惊心、不断扩散的猩红。他用这种极端惨烈的自残方式，试图刺痛他，换取他一丝心软，一丝回望，哪怕只有一眼。然而，裴家那扇厚重的大门始终紧闭，沉默如山，对他所有表演与痛苦无动于衷。偶尔会有佣人撑着巨大黑伞出来，脚步停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眼神冷漠扫过他和身下那片被雨水稀释却依旧刺目的血水，语气平淡，毫无波澜，甚至带着明显的不耐烦。季先生，小姐让我转告您，您的血脏了裴家的地，请您离开，别在这里发疯。裴玉川的应对更绝，更不留情面，他直接调来更多护卫车与明显标志的警戒线，不仅将裴家大门外围彻底封锁，还把警戒范围扩大到整条私人道路入口，完全彻底隔绝季怀州任何靠近、窥探甚至远远望一眼裴家的可能。有几次，季怀州情绪极度崩溃，试图硬闯，那些训练有素、面无表情的护卫直接上前，动作毫不客气，甚至用上专业擒拿技巧，几乎是架着他，强行将他请回警戒线外。警告眼神冰冷如铁，他连跪都只能跪在离那扇门更远、更无关紧要的地方，像一只被彻底驱逐、只能徘徊在领地边缘的丧家之犬。海城那些向来嗅觉敏锐，就盼着天下大乱的小报和八卦自媒体，哪会放过这种劲爆猛料？很快，一些不太正经的报纸版面和网络推送头条就出现了抓人眼球的标题：惊爆，既是总裁为爱痴狂，长跪裴家门外求复合，高岭之花崩塌，季怀州雨中下跪，形象全毁，豪门恩怨再添波澜，前男友跪地哀求，新娘另嫁他人。配图是几张长焦偷拍、画质烧糊但仍能辨出主角的照片。倾盆大雨中，一个身着昂贵西装却浑身湿透、狼狈万分的男人，直挺挺跪在气派别墅的铁衣大门外，雨水在他身下汇聚成一片暗沉、令人心慌的水洼。虽看不清表情，但那姿态里的卑微绝望几乎要从纸上溢出来。这些报道像病毒般在海城社交圈迅速传播发酵，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唏嘘的，有嘲讽的，更多的是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季怀州往日高高在上、金贵冷傲、不容侵犯的形象，此刻彻底崩塌，颜面扫地。这种毫无保留被曝光在大众眼前任人评说的羞辱，
像无数根细密钢针，狠狠扎进他敏感高傲的神经，让他内心的焦灼、愤怒与无处宣泄的疯狂几乎达到顶点。他恨不能把那些报社全砸了，却又无力阻止消息扩散。更让他眼红到几近发狂的是，他花了大价钱秘密买通裴家一个看似不起眼、负责外围打扫的眼线。这人偶尔会冒着极大风险传来一些隐藏摄像头偷拍的，时长很短且角度刁钻的视频或照片。一段仅10几秒的晃动视频里，背景是一家极为私密、只接待顶级客户的婚纱定制沙龙。试衣间帘幕拉开，裴婉婉身着一件奢华璀璨的定制主纱走了出来，巨大裙杯缀满细碎钻石，在柔和灯光下流转着圣洁耀眼的光芒。庞服将银河披在身上，头纱轻轻覆着她精致面容，若隐若现。她微微侧头，看向镜中的自己，那一刻的美，纯净、高贵，动人心魄，宛如下凡星辰，让人不敢直视。裴玉川就站在她面前，穿着熨贴的深色西装，身姿笔挺。帘幕拉开瞬间，她明显愣住，眼神中的惊艳与那浓得化不开、几乎要溢出的爱慕自豪，即便隔着模糊画质和遥远偷拍角度，仍狠狠刺痛季怀州的眼。紧接着的一幕更是让季怀州呼吸骤停。裴玉川没让店员动手，而是自己走上前，微微俯身，伸手，动作轻柔的难以置信，小心翼翼为他调整额前的头纱。庞府指尖触碰的是世间最易碎、最珍贵的宝物。随后他微微低头，在他光洁额头落下一个无比虔诚温柔的吻。视频最后几帧捕捉到裴婉婉的反应，她没有闪躲，而是微微扬脸，脸上露出季怀州已许久未现的发自内心、带着羞涩与满满幸福的浅浅笑容。那笑容足以照亮整个房间，这笑容如烧红的利刃，狠狠刺进季怀州心脏，还残忍地搅动。砰一声巨响，季怀州看着手机屏幕定格的最后画面，眼睛都快瞪裂，额头青筋暴起，想都莫想就把手机狠狠砸在地上。最新款手机瞬间屏幕爆裂，碎片飞溅，他失控的低吼，像一头被困受伤的猛兽，猛地一拳砸在旁边实木墙壁上，手背瞬间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可手上这点刺痛远远不及心口被极度悔恨啃噬的1/1000煎熬。他不甘心，好似自虐一般，又花重金秘密租下裴家对面远处一栋豪华酒店的顶层套房，架起专业高倍望远镜和长焦镜头，日夜像幽灵般窥视裴家花园的动静。某个天气晴好的黄昏，他又看到那足以将他千刀万剐的一幕：夕阳余晖把天空染成温暖的橙金色，给裴家精心打理的花园、盛放的玫瑰、葱郁的草坪、白色秋千架，都镀上一层温柔梦幻的光晕。裴玉川和婉婉并肩在玫瑰花丛间的小径散步，她穿着柔软的米白色长裙，他则是简单的衬衫长裤。晚风带着丝丝凉意，裴玉川自然而然地脱下自己身上的西装外套，温柔披在婉婉肩上，还细心为她拢好领口，怕她着凉。两人低头私语，不知裴玉川说了什么。婉婉忽然侧头轻笑，眉眼弯弯，笑容明媚又带着依赖，那种自然而然的亲昵根本演不出来。最后他们相依坐在花园长椅上，婉婉的头轻轻靠在他肩膀，两人静静看着远处缓缓落下的夕阳，背影构成一幅完美宁静的剪影。这画面美好的像一幅绝世油画，满是岁月静好、夫妻恩爱的温暖气息。而这美好的每一帧落在季怀州眼中，都成了刺向他心脏最锋利、最残忍的刀，一刀一刀凌迟着他早已千疮百孔的灵魂。他极度的双眼通红，胸腔剧烈起伏，喉咙发出困兽般痛苦压抑的低吼。望远镜从他剧烈颤抖的手中滑落，咚的一声闷响摔在昂贵地毯上。他痛苦地抱住头，蜷缩在冰冷地板上，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崩塌。就在季怀州被嫉妒与绝望折磨得几乎丧失最后一丝理智时，一个更糟糕、更紧急的消息通过他那极其隐秘、平常只处理棘手商业情报的特殊渠道火速传到他这里。消息是关于温冉的，那个他早抛诸脑后，以为用钱和手段彻底解决、掀不起风浪的女人，不知通过什么见不得光的阴暗渠道，得知他疯魔般长跪裴家，只求挽回裴婉婉的消息。因爱生恨，再加上季怀州之前解决他时毫不留情的教训与羞辱，
嫉妒和怨恨像最毒的藤蔓，彻底吞噬温然仅剩的理智。他变得极度疯狂危险，他花光季怀州之前给的所有封口费和积蓄，甚至借了高额高利贷，凑出一笔惊人款项，买通一群真正在刀尖上舔血、毫无底线的亡命之徒。他策划了一场极为恶毒、细节缜密的陷害。他利用曾在季怀州身边时，凭借女人心思偷偷记下的裴婉婉生活习惯和行程规律，精准掌握裴婉婉即将独自外出，前往一家私密性极高的顶级珠宝工作室挑选婚礼饰品的行程。他的计划是制造一场精心策划、看似意外的交通事故作为开端，趁乱绑架落单的裴婉婉。其意图极其歹毒，不仅要彻底毁掉裴婉婉的清白，事后还要伪造成她不堪受辱而自杀的假象。这个疯狂女人要拉着这个她认为抢走一切、毁掉她未来的情敌同归于尽。季怀州虽因裴婉婉而疯狂，但潜意识从未放松对她安全的监控。他的情报网意外截获温冉与其中一个绑匪联系的模糊信号和零星对话。尽管他恨透温冉，但绝不容许任何人伤裴婉婉分毫。那是他的女人，哪怕他得不到，也轮不到别人伤害。时间紧迫，他来不及通知裴玉川，甚至来不及召集更多人手，单枪匹马根据破译出的零碎地址，疯了似的驱车冲向郊外那个废弃化工厂。工厂内部昏暗脏乱，弥漫着铁锈和化学品的怪味。季怀州冲进去时，里面正上演惊险一幕。裴婉婉显然被下药，意识模糊，衣衫有些撕破，正无力挣扎，眼神涣散却充满恐惧。婉婉，季怀州眼睛瞪裂，如地狱归来的修罗，浑身煞气地冲了上去。一场惨烈搏斗瞬间爆发。季怀州身手了得，可对方人多，且个个手持棍棒刀具，全是亡命之徒。他拼了命的攻击，招招直逼要害，完全是不顾死活，以伤换伤的打法。为护住裴婉婉，他用身体硬生生扛下从侧面砍来的一刀，刀锋深深扎进他肩胛骨附近，离心脏很近，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几乎同一时间，另一把匕首划破他的手臂，骨头都露出来了。剧痛袭来，他却好似毫无感觉，只是死死将裴婉婉护在身后，眼神凶狠的像狼，嘶吼着继续回击。鲜血染红了他昂贵的衬衫，也溅到裴婉婉洁白的裙子上，触目惊心。就在他体力快耗尽，几乎要倒下时，工厂外终于传来刺耳警笛声和急促脚步声。裴玉川带着大批警察和裴家保镖及时赶到，场面迅速被控制住，绑匪全部被制服。温冉在工厂外一辆伪装车里幕后指挥时，被破窗而入的警察当场抓住。他脸上那疯狂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回去，就瞬间变成了彻底的绝望与灰暗。季怀州失血过多，脸色惨白的像纸，被抬上担架时，一时已经有些迷糊，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眼神冰冷地对心腹手下下达最后的指令：处理干净，让他生不如死，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裴婉婉很快被注射解毒剂，在医院 VIP 病房里苏醒过来。她主要是受了惊吓，身体有些虚弱，并无大碍。裴玉川守在她床边，满脸担忧与后怕。裴婉婉沉默片刻，轻声问：他呢？裴玉川脸色复杂，在急救室，伤得很重，失血过多，还没脱离危险。裴婉婉点点头，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坚持要下床，裴玉川拗不过她，扶着她慢慢走到急救室外的走廊。透过巨大玻璃窗，能看到里面忙碌的医生和护士。季怀州躺在手术台上，浑身插满管子，缠满绷带，脸色灰暗，昏迷不醒。脆弱的旁幅轻轻一碰就会碎掉。他为了救她，几乎丢了半条命。裴婉婉静静地站在那，看着里面那个为她浴血奋战、此刻奄奄一息的男人。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感动，没有眼泪，也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眼神依旧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水，甚至在那平静深处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与深深的疲惫。他看了很久，又好像只是一瞬间，然后他缓缓转身，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对身旁一脸担忧的裴玉川说：哥，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我不希望因为这些意外影响到我们的婚礼。说完，他不再看急救室一眼，扶着裴玉川的手臂，慢慢转身离开，背影决绝，没有丝毫留恋。在他转身的那一刻，急救室里麻药效果稍有减退，
季怀州似乎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清醒，他艰难地让模糊的视线努力聚焦，隐约看到的只有玻璃窗外。他转身离开时，那冰冷且毫无留恋的侧脸轮廓和决绝的背影，这一眼比身上所有刀伤加起来都更让他痛彻心扉，如坠冰叫。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其微弱、破碎的呵呵声，像是绝望的哀鸣，眼角似乎有泪滑落，混入绷带，随后再次彻底陷入无边黑暗。他的世界终于彻底崩塌，只剩无尽的黑暗与绝望。1周后，婚礼举行，海城最顶级的临海教堂此刻被极致的幸福与圣洁氛围所笼罩，宾客们衣着华丽，低声谈笑，每一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礼台前方，那里站着今天的主角裴玉川，身着剪裁完美的纯黑色手工西装，身姿挺拔得如同轻松。他平日里冷峻的面容，今日彷佛被阳光融化，线条变得柔和，深邃的眼眸低垂，专注地凝视着眼前人，眼中满是能把人溺毙的温柔与爱意。他身旁，裴婉婉穿着由法国国宝级设计师耗时半年手工缝制的圣洁婚纱，巨大裙杯上缀满细碎钻石，在光线下流转着璀璨却不张扬的光芒，宛如身披银河。头纱轻轻附在她精致脸庞上，若隐若现，更增添一份朦胧的神圣感。她微微仰头看着裴玉川，眼底是全然的信赖与即将开启新生活的宁静幸福。那是一种历经风雨后终于抵达港湾的安然。牧师身着庄严袍服，面带慈祥微笑，目光扫过台下安静的宾客，最后落在这对璧人身上。他清了清嗓子，醇厚温和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教堂每个角落。裴玉川先生，你是否愿意娶身旁的裴婉婉小姐为妻，依照圣经的教导与她共同生活，在神面前与她结为一体，爱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如同爱自己一般，无论她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贫穷，始终对她忠诚，直至离开人世。裴玉川目光坚定，没有丝毫动摇，他紧紧握住裴婉婉的手，声音低沉而笃定，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我愿意。牧师微笑着点头，转向新娘，裴婉婉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身旁的裴玉川先生为夫，依照圣经的教导与他共同生活，在神面前与他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尊重他，保护他，如同爱自己一般，无论他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贫穷，始终对他忠诚，直至离开人世。裴婉婉的心跳在宁静中加速，她深吸一口气，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红唇轻启，那承载着她未来与希望的我愿意即将脱口而出。砰！一声巨响，犹如平地炸雷，猛然将教堂内所有温馨甜蜜的氛围炸得粉碎。教堂那扇沉重、雕刻着繁复花纹的橡木大门被人从外面以极其粗暴的方式猛地撞开，巨大声响让管风琴声戛然而止，所有宾客都吓得浑身一颤，惊愕的齐刷刷转头看向门口，逆着门外刺眼阳光，一个身影踉跄却带着毁灭一切的决绝，猛地闯了进来。光线勾勒出他高大却明显不稳的轮廓，宛如从地狱边缘挣扎着爬回的修罗。刹那间，教堂内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是季怀州，他来了。他显然重伤未愈，脸色白得近乎透明，嘴唇干裂，毫无血色，额角布满细密的冷汗。一套价值不菲的黑色西装穿在他身上，本应衬得他金贵无比，此刻却只凸显出他的狼狈与脆弱。西装下白色衬衫领口隐隐能看见绷带痕迹，甚至在他腹部位置，一丝暗红色血迹正缓缓阴出，触目惊心。他一条手臂无力地垂着，另一只手则死死抓着一根黑檀木手杖，这手杖成了支撑他摇摇欲坠身体的唯一依靠。每向前一步，手杖底端敲击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便发出扣扣扣的清脆声响，在这寂静的教堂里，如同敲在每个人的心尖上，令人心悸不已。但他那双眼睛，曾经深邃迷人，或深情或冷酷的眼睛，此刻却燃烧着骇人的偏执与疯狂。那是一种不顾一切，哪怕玉石俱焚也要达成目的的毁灭性光芒，像濒死的猛兽，死死盯着绝不放手的猎物。他无视所有宾客惊愕、探究、恐惧的目光，无视那些压抑不住的窃窃私语。他的目光穿过人群，像两道锐利的剑，
死死盯在礼台正中央的那对新人身上。完美的婚礼氛围彻底被撕碎，温馨甜蜜被一触即发的紧张、恐惧与诡异的寂静所取代。裴玉川的脸色在季怀州闯入瞬间就彻底阴沉下来，如同覆上一层寒冰。他几乎下意识地立刻将裴婉婉更紧、更全面地护在身后，以绝对保护的姿态迎向季怀州疯狂的目光，眼神冷冽如刀，充满警告与敌意。裴婉婉在巨响传来时，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看清来人是季怀州，他的脸色也微微泛白，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极快且复杂的情绪，或许是残留的恐惧，或许是过往创伤引发的应激反应，但那情绪消失得极快，快到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随即他眼神恢复平静，只是垂在身侧的手下意识地揪紧了婚纱柔软的裙杯。季怀州一步一步走得极为艰难，却又无比坚定。他终于穿过长长的过道，来到礼台前方。他停下脚步，剧烈喘息着，胸口的起伏牵动腹部伤口，带来一阵尖锐疼痛，让他额角冷汗更多了。但他全然不顾，目光死死锁住裴玉川，完全无视身旁的牧师和台下所有宾客。他因伤势与情绪的剧烈起伏，声音沙哑的好似破旧封箱，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硬挤出来，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疯狂决绝与毁灭欲。裴玉川，少废话，是男人就用男人的方式解决，我们来场对决，赌命，你赢，我季怀州马上从这世界消失，永不再现，我赢。他猛地扭头，血红双眼看向被裴玉川护在身后的裴婉婉，声嘶力竭地吼道：婉婉跟我走。全场瞬间炸开了锅，宾客们再也按捺不住震惊，议论声像潮水般涌来。我的天哪，是季怀州，他是不是疯了？在这种时候赌命，他到底想干嘛？瞧他那样，伤得好重，裴小姐好像被吓坏了。裴玉川眼神冰冷刺骨，护着裴婉婉，声音仿若淬了冰：季怀州，你疯了！裴婉婉脸色又白了几分，她猛地握紧手，指尖深深掐进掌心，传来一阵刺痛，可她没说话，没哭喊，没斥责，就用那种季怀州最怕的看疯子一样的冰冷漠然眼神看着他。这眼神比任何哭闹指责都更让季怀州心如刀绞。季怀州似乎对他的反应毫无察觉，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接受，他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裴玉川身上，等着他回应。那是一种孤注一掷的疯狂。裴玉川看了眼身后脸色苍白的婉婉，又看看眼前明显濒临崩溃的季怀州，他明白今天若不彻底做个了断，这男人会像阴魂一样纠缠不休。他深吸一口气，眼神锐利如鹰。好，季怀州，我就给你这个了断的机会，你想怎么赌？季怀州嘴角勾起一抹癫狂又惨淡的笑，他缓缓的、极其缓慢的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把东西，阳光下，那是一把造型复古、锃亮冰冷的银质左轮手枪。宾客中顿时响起一片道抽冷气的声音，有人甚至惊恐地低叫出声，气氛瞬间紧张到顶点。季怀州的动作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感，他当众咔嚓一声，熟练地卸开手枪弹槽，黄澄澄的子弹一颗颗被他取出，叮当作响地掉落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那声音敲击着每个人的神经。他一共取出5颗，接着他猛地转动弹槽，弹槽高速旋转，发出让人牙酸的咔嗒摩擦声。最后他手腕一甩，啪地合上弹槽。此刻这把枪里6个弹槽，仅有1颗子弹，没人知道它停在哪个位置。俄罗斯轮盘赌，一种源自俄罗斯，只有亡命之徒才会玩的纯粹赌命的疯狂游戏。规则很简单，季怀州声音沙哑，却透着异样兴奋，轮流对着自己脑袋开枪，谁退缩谁死，或者算输。他啪的一声将手枪拍在礼台边缘的圣坛上，那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裴玉川，干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裴玉川身上。裴玉川面色沉静如水，他深深看了身旁的裴婉婉一眼，那眼神复杂，有关切，有安抚，更有别怕，交给我的坚定。他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随后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步，我先来。季怀州却抢先一把抓起手枪，他似乎迫不及待要将自己置于死地。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冰冷的枪口死死抵在自己太阳穴上，目光越过枪身，疯狂又绝望地锁住裴婉婉，嘶吼道：婉婉，你看清楚，
看我为你赌命，看我到底多爱你。他手指猛地扣下扳机，咔嗒一声清脆的撞针空响，在极度寂静紧张的教堂里，如同惊雷般炸开。是空膛！呵！众人齐声惊恐抽泣，不少人吓得捂住了嘴。季怀州缓缓放下枪，嘴角癫狂的笑容扩大，带着死里逃生的虚脱与更炽热的疯狂。他将还冒着淡淡青烟的手枪递给裴玉川，裴玉川面无表情地接过，同样没有丝毫犹豫，眼神都没波动一下，直接把枪口对准自己太阳穴，目光扫过婉婉，给他一个安定眼神，然后咔嗒，又是空膛。教堂里的气氛几乎让人窒息，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粘稠。手枪再次回到季怀州手中，他呼吸急促起来，眼眶赤红，额角冷汗汇聚成滴，滚落下来。他再次对准自己，咔嗒，还是空膛。他额角青筋暴起，笑容却愈发扭曲疯狂，把手枪递回。裴玉川第4次接过，扣动扳机，咔嗒，依旧是空膛。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几乎要爆棚。连续4次空膛，意味着子弹击发的概率急剧缩小。下一次，那颗致命子弹随时可能射出。手枪第5次回到季怀州手里，这一回，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死亡的阴影如实质般笼罩，冰冷的恐惧顺着脊椎往上爬。他又看向裴婉婉，眼神里满是最后的卑微祈求与不甘。他多希望能从他眼中看到一丝担忧，一丝恐惧，哪怕只有一丝波动也好。然而没有。裴婉婉脸色苍白，嘴唇紧抿，眼神依旧平静，甚至带着冰冷的审视，彷佛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残酷戏剧。就在季怀州手指颤抖着，即将再次扣下扳机的瞬间，裴婉婉猛地闭上双眼，长长的睫毛剧烈颤抖，她的手下意识地紧紧抓住身边裴玉川的胳膊，寻求依靠与保护。这个细微动作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比那颗未知的子弹更精准，更狠辣的瞬间刺穿季怀州的心脏。他怕了，但他怕的不是他死，他怕的是裴玉川会受到威胁。他下意识依赖和寻求保护的人是裴玉川。这个认知如最后的丧钟，在季怀州脑海中轰鸣炸响，他所有的勇气、疯狂、执念在这一刻彻底粉碎。他心神俱震，手指猛地一僵，扣动扳机的动作出现致命迟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裴玉川动了，他如同蛰伏已久的猎豹，看准季怀州心神失守的这唯一破绽，如闪电般出手。众人只觉眼前一晃，根本没看清动作，手枪就已经到了裴玉川手中，没有丝毫停顿，甚至没再将枪口对准自己。裴玉川在夺过枪的瞬间，凭借难以言喻的精准判断和强大心理素质，直接对着斜前方的空地扣动扳机，咔嗒，第5声空响，紧接着几乎是连贯动作，裴玉川手腕一甩，啪的再次甩开弹巢，里面那颗唯一黄澄澄的子弹赫然正对着击发位。原来他早已通过前几次转动的声音和节奏，大致判断出子弹位置。他一直在等一个彻底终结这场闹剧的机会，而季怀州因裴婉婉那个细微动作导致的心神失守，给了他这个绝佳时机。裴玉川将那颗致命子弹退出，连同手枪一起，当啷一声，随意扔在季怀州脚下，金属撞击大理石的声音清脆又冰冷。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脸色死灰、浑身颤抖，彷佛被抽走所有灵魂的季怀州，声音冰冷，一字一句宣告他的彻底失败。季怀州，你输了，胜负已分。季怀州输了，输掉了他疯狂押上的一切，包括他的命，还有他。他踉跄着后退一步，全靠那根手杖支撑，才没当场瘫倒。他眼神空洞了一瞬，所有偏执、疯狂、不甘如潮水般退去，只剩无尽的灰败与绝望。腹部伤口的剧痛此刻清晰传来，却远不及心口那被彻底碾碎般的痛苦1/1000。一片死寂中，裴婉婉松开了抓着裴玉川的手，他一步步走向季怀州。圣洁的婚纱叶地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在这寂静中格外清晰。他走到他面前，停下，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看着他苍白如纸、冷汗淋漓、狼狈不堪的脸，看着他昂贵西装上阴出的刺目血迹，看着他依靠手杖才能勉强站立的虚弱身体，看着他那双曾经盛满星辰大海，此刻却只剩下空洞和绝望的眼睛。
他的眼神冰冷彻骨，没有爱，没有恨，没有怜悯，甚至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彻底的、深入骨髓的疲惫和漠然，彷佛在看一个纠缠了太久，终于可以彻底摆脱的噩梦。他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像最终的审判，每一个字都如同冰锥，狠狠凿击着季怀州早已破碎的心脏。季怀州，你永远不懂什么是爱，爱不是伤害后的弥补，不是偏执的占有，更不是一场赌命的疯狂。你输了，从此以后，我和你生死不复相见，请你永远从我的世界里消失。说完，他决绝地转身，裙杯划过一个冰冷的弧度，没有丝毫留恋，走向一直在原地等待他的裴玉川。季怀州听着他的话，字字诛心，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毫不留恋，看着裴玉川自然地伸出手，握住他的手，看着牧师重新露出微笑，看着裴玉川将那枚璀璨的钻戒郑重地戴入他的无名指，看着他们在牧师最后的祝福中，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缓缓接吻。他的侧脸柔美而幸福，那是他穷尽一生再也无法触及的光芒。喉头猛地一甜，一股腥热的液体不受控制地涌上咽喉，噗！一大口鲜血猛地从季怀州口中喷涌而出，溅落在洁白的大理石地面上，晕开一大片触目惊心的红。他眼前一黑，所有的意识瞬间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身体失去了最后一丝支撑的力量，重重地像一袋破布般摔倒在冰冷的地面上，手杖滚落到一旁，发出清脆的响声。教堂内再次陷入一片混乱，惊叫声、脚步声四起，但裴婉婉自始至终没有回头看他一眼，他的世界从此与他再无瓜葛。季怀州再次醒来，是在一片刺眼的洁白和消毒水的气味中，他躺在病床上，浑身像被拆开重组般剧痛，尤其是腹部和胸口，各种监控仪器发出规律的滴答声，静脉输液管将冰冷的液体一点点输入他的身体，但他感觉不到那些肉体的疼痛，一种更深沉、更彻底的绝望和空虚，如同最冰冷的海水，淹没了他的四肢百骸，冻结了他的心脏。婚礼上的一切，如同最残酷的慢镜头，在他脑海里反复播放。他冰冷的眼神，他决绝的话语，他转身离去的背影，他和裴玉川的那个吻，还有他自己喷出的那口鲜血，和彻底陷入黑暗前的冰冷触感。他输了，一败涂地，永无翻身之日。病房门被推开，他的心腹手下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脸上带着担忧和惶恐。季总，你醒了，医生说你急火攻心，加上旧伤撕裂，需要绝对静养。季怀州的眼珠缓缓转动，看向他，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呢？手下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低声道：裴小姐，裴小姐她和裴玉川先生婚礼完成后就直接去了机场，据说是飞往私人海岛度蜜月了。裴家那边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季怀州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手下识趣地退了出去。静养，他的心都死了，养好一副破败的躯壳又有什么用？季氏集团因为他接连的变故和长久的缺席，开始风雨飘摇，几个蛰伏已久的对手趁机疯狂反扑，抢夺项目，挖走核心人员，股价连日暴跌，市值蒸发惊人。昔日的商业帝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倾颓。季怀州知道了，却毫无反应。他躺在病床上，或者后来回到那座空旷、冰冷如同坟墓般的别墅里，对一切漠不关心。他的身体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勉强保住了命，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阴雨天，腹部的伤口会钻心的疼，如同有无数根针在反复穿刺。他的身体机能大不如前，昔日能轻松制服几个保镖的强悍体魄和战斗力彻底成为了过去。他甚至需要长期服用强效的止痛药和稳定情绪的精神类药物，才能勉强维持表面的平静，但他的精神却早已半疯半癫，时而清醒。清醒时，他就让手下想尽办法去偷拍裴婉婉的照片，他在海岛沙滩上散步的背影，他和裴玉川在街头咖啡馆相视而笑的侧脸，她怀孕时微微隆起的小腹，她推着婴儿车的样子，一张张模糊的、清晰的都被她打印出来，贴满了整个卧室的墙壁。她每天就对着这些照片自言自语：婉婉，今天天气很好，你出门了吗？婉婉，你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婉婉，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裴玉川，
他有没有让你不开心？时而狂躁，狂躁时他会砸烂别墅里一切能砸的东西，那些昂贵的古董花瓶，那些曾经和婉婉一起挑选的装饰，那些他留下的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全都在他的怒火和绝望中化为碎片。他会在深夜发出痛苦不堪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嘶吼，吓得佣人们不敢靠近。他彻底被困在了自己亲手编织的地狱里，永世不得超生。财富、权势、地位，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他活着更像是一种永恒的惩罚。5年时间弹指而过，海城的商业版图早已重新划分，季氏集团辉煌不再，跌出了一线豪门的行列，只在历史的尘埃中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城郊一栋常年拉着厚重窗帘，显得阴森孤寂的别墅里，一个消瘦的几乎脱形，鬓角早已斑白，眼神浑浊空洞的男人，独自坐在昏暗房间的轮椅上。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毯子下是那双布满疤痕、微微颤抖的手。窗外阳光明媚，春光正好，花园里的花开得热烈，但没有任何一丝光亮能照进他心底那片永恒的、冰冷的黑暗。他颤抖着枯槁的手，从毯子下摸索出一张被抹撒的边缘发毛的照片。照片是偷拍的，画面里裴婉婉穿着一身柔软的米色长裙，笑容温婉幸福，正弯腰对着一个2、3岁、粉雕玉琢的小女孩说着什么。旁边，裴玉川抱着另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眼神温柔地注视着他们，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构成一幅完美的刺眼的全家福。季怀州的手指一遍遍抚摸着照片上婉婉的笑脸，庞福想从中汲取一点早已不存在的温暖，声音沙哑的如同破旧的蜂箱，反复地无意识地喃喃着，如同念着永恒的诅咒。婉婉，我赢了全世界，却输了你。错了，我知道错了，回来好不好？没有人回答他，只有空旷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和无边无际的痛苦，永无止境地淹没着他。南太平洋某座私人海岛上，阳光灿烂，海风轻柔，雪白的沙滩上，裴玉川正抱着他们刚满3岁的小女儿，耐心地教她辨认沙滩上的小贝壳。小女儿咯咯笑着，声音清脆如银铃。不远处，他们5岁的大儿子正兴奋地堆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沙堡。裴婉婉穿着一身飘逸的长裙，笑着走过去，拿出毛巾，细心地擦去大儿子脸上的沙粒。慢点玩，宝贝。她的声音温柔，充满了安宁的幸福。阳光勾勒出她柔和的脸部线条，岁月没有带走她的美丽，反而增添了几分从容与温婉。她的画展以爱与新生为主题，在全球巡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终于真正找到了自我价值和平静。裴玉川抱着小女儿走过来，将小家伙放下，让她自己去玩。他走到婉婉身边，很自然地伸出手，揽住她的腰，将她带入怀中。累了么？他低声问，在她发间落下一个轻柔的吻。婉婉笑着摇摇头，顺势靠在他坚实温暖的肩膀上。两人一起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玩闹，真好。他轻声说，语气里是满满的满足。裴玉川应道，收紧手臂。他们相视一笑，眼中满是历经风雨后沉淀下来的深厚而安稳的幸福。那个名为季怀州的噩梦，那个充斥着欺骗、伤害和疯狂的过往，早已被他们彻底封存在遥远而灰暗的记忆角落，永远不会再想起。这本直接把8点档当体育课在上，贾诗意逼女友去蹦极100次，画廊强买强卖拿刀对指缝，蛋糕羞辱还下重辣过敏包，后面直升机 DLC 加海抛加鲨鱼彩蛋，外加电疗惩戒式关卡。我看到心脏在蹦迪，下巴掉到地心。男主纪怀州把恋爱当复仇剧本，情话全是道具台词，女配演到入戏太深，转身被一句你只是工具人清醒。而哥哥这条线直接王炸，亲兄妹反转童养夫设定一丢，婚纱照啪一下上桌，渣男当场原地蓝屏，全程像在看社死速成班。于里跪地刻字那段我真笑到喷，哥你不是悔悟，是在拍行为艺术。总之，爽点密集，槽点翻倍，狗血浓度破表，适合边嗑瓜子边尖叫够了没？裴婉婉，姐请你锁门换号码，把渣男丢在台风天的门口自导自演到感冒，医生单据他自己付。